一如仅有5枚优品，你这个瘸子怎么还好意思赖在我帮首席丹师的位置？妍儿，你们丹霞帮的首席就这水平？你是哪位？这是8品上阶丹师白石先生，白先生还正在冲击7品呢。首席丹师的位置现在是白大师呢。柳帮主也是这个意思。要知道当初丹霞帮一无所有，柳晴苍求贤若渴，许以重诺，才请来了虾仁。虾仁也不负所望，帮助丹霞帮建立炼丹体系，培养丹师，任劳任怨，这才有了丹霞帮的今天。虾仁啊，帮里的炼丹摊子是你支起来的，但能者上嘛，都是为了帮派发展。这样，你给白大师当副手，正好跟高人学学，多好的机会。呵，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帮主？不手远了，既然丹霞帮有了高人，走就是了。虾仁，想清楚啊，别以为会炼丹就了不起。我柳晴苍放句话，让你在下州混不下去，易如反掌。不劳费心。既然铁了心要走，帮主是不是该搜搜身，免得他顺手牵羊，带走帮里什么重要东西？你们也太过分了！谁说我要走了？哼，舍不得就直说，玩什么以退为进的把戏，真难看。我的意思是，该滚蛋的是你们！丹霞山山顶这片地，包括这丹室，原本是丹霞关的。柳帮主，你当年买山时少了这块地契吧？严格来说，这儿是我的。放屁！那老道士早死了，地就是无主的，我们占了就是我的，我们还给他扫墓呢。扫墓？你们拜的那个土包包，埋的是山下王不顾加德朱温死了的老母猪小花，我师傅埋的。老观主是仙逝了，但他有传人，不巧正是在下，以后招人记得查清楚底细。地契谁知道是真是假？你说是你的，我还说是我的呢。说的有理，把地契拿过来，让我好好看看。住手！阁下是？这是我们下州镇摩斯圣统领，老师爹。参见圣统领。完了，全完了！这山顶是帮派核心啊，主厅、住处、丹房全在这儿。山药只有药田，难道真要我们被赶出去？不就灾然吗？怎么就成这样啊？虾仁怎么会认识盛元尧？盛元尧，下州镇摩斯统领，本是京城人，此次到下州也只是镀个金而已。可没想到刚到此地就遇到了一件大案，霍家20-30口人突然被灭，唯一有嫌疑的就是案发前曾去霍家给人治病的虾仁。为了查清真相，盛元尧才找上虾仁，却遇到了丹霞帮这事。本来呢，看在大家相处一场的缘分上，你们偷偷占了我这块地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一起住嘛，也不是不行。你少装好人，就算这是你的房子，可是我们辛辛苦苦盖的，凭什么让我们走？不，占了别人的地皮，自己盖了房子，你觉得官府会保护你们吗？猜猜看。我向你买，开个价吧。现在明白我为什么留在这儿了。其实我建议刘小姐改个名字叫如烟，那位格就提起来了，普信些就比较正常。所以这是我家，不卖。你这样好了，地契我们按市价翻倍买，绝不让你吃亏，怎么样？市场价5倍，而且我要的是等价灵石，不要金银俗物。还有柳帮主未经许可强行推倒了我的道观，我那道观所用可都是上好的木料，关内还有一些寄托情思的旧物，对虾某价值不可估量。过桥抽板，该当此报，看的人挺爽的。贵帮还没大举入驻此山的时候，驻地就在山外不远，对吧？和霍家老宅毗邻，那地方不大，灵气稀薄，年久失修，不算值钱，便交换给我如何？又是霍家。不要以为盛元尧能永远护着你，本座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今天这出的下场。拭目以待。听你口音是下州本地人？确实出身于此，11、12岁跟家人去南方投亲了，半年前才回来。你昨日误事一刻进了霍家老宅，是去干什么的？霍家老爷子近期有些心绞痛，请我治病。这半个月来，我每天都会去一趟，姑娘随便问问便知。那不是霍老爷子，霍家全族都已搬迁京师，留在老宅的只是个老管家。这我不知，我以往并不认识霍家人，看他排场还以为就是老爷子呢。其次，昨日未时末，霍老管家被人发现死于屋内，他的心绞已经快治愈了，不会猝死。少揣着明白装糊涂。盛元尧紧紧盯着虾仁的眼睛，他是诈虾仁的。实际上霍老管家只是失踪，
死者是霍家老宅有一定年纪资历的佣仆，10几岁的年轻佣仆却尽数活着，情况很怪。我昨天午时入内，才待了一盏茶功夫就离开了，未时我都已经回山了。不管姑娘说的是什么意思，都与我无关。告辞。下山到了半途的时候，师徒俩就看见西方岔道通向的山崖边，有个女子孤零零地坐在轮椅上，静静看着远处斜阳出神。师傅，那个姐姐不会是要寻死吧？姑娘，麻烦让让，挡我路了。这是山崖，哪有去路？该不会是嫌我挡了你寻短见的路？是啊，要么还对，姑娘先，我跟着跳下去，倒可以和美人儿融个不分彼此，挺赚的。沈唐微微一愣，目光又落在轮椅后探出半个脑袋的小道童脸上，小道童眼睛眨巴着，似有同情。这师徒俩好像误解了什么，这话听着像调戏，细思竟是拐弯抹角的阻止自己跳崖来着。那你又为何寻短见？是因为刚刚如丧家之犬被人逐出丹霞帮，心丧若死。你知道？因为我是跟在白池身后来的，如今他留下了，你出来了。至于你的身份，原已太好认了，不是吗？那姑娘呢？大好年华又为何如此？因为我花大价钱请来的丹师，刚到下周就被他们挖走了。你说，我要是从这里跳下去，能不能给丹霞帮添点堵？误会了，这女人看着萧索，却绝不是来跳崖的，大概是本想跟来尝试挽回白池之类的原因才来到这里。她应该有个推轮椅的随从，不知去哪了。她是在这等人。姐姐好漂亮啊！你见谁都喊漂亮，刚刚还喊盛元瑶漂亮姐姐。她确实也很漂亮嘛。小妹妹，你以后会比任何人都漂亮。真的吗？师傅嫌我胖。八品上阶丹师在下周是快宝，在外面一抓一大把，被挖个白池不算大事，姑娘不必太纠结。我看姑娘绝非轻生之人，刚才是我误会了，告辞。我以为你会自荐。哦，为什么这么想？不好吗？丹霞帮从我这里挖走白池，赶走了你，你来我这里做出一番事业，把丹霞帮打压下去，让他们后悔莫及，岂不畅快？报复有很多种办法，让人觉得失去你而后悔，只是你们女人喜欢用的。所以如果姑娘真想请我，咱们不如来点实在的，说说你们现在什么情况，以后想干什么，能给我什么好处。是我唐突了，阁下真不像个毛头小子。没办法啊，要养家糊口的男人哪有资格任性。我叫沈唐，1个月前雍州天行剑宗遭逢大难，得罪了强顶，伤亡惨重，连我师父也只剩我带着残余的弟子，以行商名义跑来下州避难。为什么选下州？偏远能躲仇家，也有好大夫能治腿。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不怕我转头就卖了你。诚心邀请，岂能欺瞒？我相信夏先生不是那样的人。腿是那时伤的。是，从宗门重建看，我们剑宗确实急需炼丹人才。若先生愿来，我愿付你在丹霞帮时双倍的酬劳，并直接任命你为丹堂堂主，所有炼丹制药相关事务，你全权负责。贵宗强敌在外，前途未卜。抱歉，我带着孩子不想冒险，就算你给我当宗主，我也没命想。青离，我们回去吧。卧槽，白发蓝眼睛，2次元成精了。青离性子冷，夏先生别见。燃烧，燃烧，燃烧！听你意思是刚来下州，那找到落脚的地方了吗？暂时住客栈，还在找合适的。加入贵宗风险太大，不过我可以给你们当房东啊，你看怎么样？说好的安全第一呢，房东就不是围墙了。这人是看上青离了吧？另一边，盛元瑶越想越不对劲。霍家兄啊，被虾人带上山，刚好遇到丹霞帮这事，这真的是巧合吗？还想到虾人的炼丹术远比表面看上的厉害。虾人其实一炉炼了9枚极品丹药，其中3枚丹药悄悄拢在袖子里，那小道童又分别在剩下的5枚丹药上吸收了部分药力，效力降等，才变成优品的。就在盛元瑶心中纳闷，试着往丹霞帮原驻地方向追了过去。快到霍家老宅的路口，所谓失踪了的霍老管家踉踉跄跄地出现在路口。是他回来了，来索命了。你说谁回来了？不是我，当年不是我杀的你，你去找太师。你说回来的人是他吗？你是屠了霍家老宅的凶手吗？上集说到虾人遭到帮派背叛，幸亏镇魔司统领盛元瑶来得及时，
原来霍家老宅被屠20-30口人，唯一有嫌疑的是曾去霍家治病的虾人。就在虾人拿出不在场证明脱身时，失踪的霍老管家踉踉跄跄的出现在路口。不是我，当年不是我杀的你，你去找太师。你说回来的人是他吗？统领，霍太师当年他们试了试，回夏州老家住，那主君都夹着尾巴做人，哪敢太嚣张？怎么可能惹上这么凶残的仇人？夹着尾巴，以他们的身份，在这小地方再收敛也有限，用不着替他们遮丑。要说欺负乡里邻居，那肯定也有过，但那可真没法查了，太多了。还有别的吗？我在京城就听说过，10年前霍家死了个七公子。这种霍家自己关起门来的事，除了他们家那些伺候了10几年的老仆，外人哪能知道详情？伺候了10几年的老仆，这次被杀光的不就是这些人吗？关于这个霍七公子，我在京城听霍家人提过一个名字，霍商，是他吗？就是霍商。这位七公子啊，生母就是个低贱的丫鬟，是霍老爷一次喝多了，事后才给了各些的名分。霍家这对着七公子也算当少爷养着，可惜8岁那年突然得疾病死了，他娘也跟着伤心过度，没多久也去了。这种意外生的庶子，地位比正经庶子还低，没后台，最容易受欺负。说是一视同仁，养到8岁突然暴毙，蹊跷。他死前后，霍家还有其他大事吗？那几年天下闹大灾，粮食欠收，好像就在七公子死后不久，霍家老太师给朝廷献了个计策，派人去海外找一种叫红薯的高产粮食。后来真找到了，霍家立了大功，这才重新被朝廷重用，全家都搬回京城去了。听说这主意是霍家大公子想出来的。你确定是七公子死后不久？应该差不多吧，要么就是之前一点，反正是那前后错不了。知道了。那丹霞山上以前有个丹霞观，你知道吗？知道，就是个破破烂烂的小道观，就一个老道士，整天自己炼炼丹，给人算命。后来不知道啥时候，老道士不见了，也没人在意。他收我徒弟吗？最后那几年，好像确实有个小道童跟着他。那孩子看着身子骨很弱，病怏怏的，老看见他坐在地上。坐地上？是腿有残疾吗？当年真没注意这个，就看见他总坐地上，是不是残疾真不清楚。统领想知道，得去问其他去过道观的老街坊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小道童出现在老道士身边的时间，和霍家七公子霍商死的时间是不是同一年？这就是你的宅子，地方不错，僻静清幽，周遭空旷，演武也很方便。就是如果我们要演武的话，那边的邻居……放心，那位邻居最近可没空管我们。而且你们宗门真想发展壮大，那边一大片田地和后面的山是不是块好地方？好是好。可惜，就算人家肯卖，我们现在也吃不下。梦想还是要有的。此外，那间大宅灵气特异，隐含一丝活死人肉排骨的造化之气，尤其对于伤筋断骨的外伤，在其中治疗事半功倍。好像是真的。等等，有这种灵气，难道底下藏着宝贝？要是能拿到宝贝，我的腿是不是更有希望了？宝物是没有的，或许曾经有过，已经被带走了，如今只是残留的灵气还没散尽。我们租了。沈姑娘要搞清楚，有残余灵气的事，那边的霍家老宅可不是我们这边。没关系，夏先生自己也不良于行，或许我们的目标会很一致。那要加钱。你不是说这里便宜？不那么说，你们怎么会来看房，亲自体验一下那边的灵气？这里的修缮只是换些梁柱刷刷漆，3-5日便可入住，5日之后你我此地再见。姐姐在这儿。真要和此人搅和在一起，感觉过于神秘难测，徒生之极。国师卦象指引来下周，越是莫测的，岂不越可能用上了卦象？是，先知笔，尽全力查清此人的一切信息。另一边，盛元尧觉得必须去见一次虾人，有大把东西想问，结果没走出2条街，就看到街角的一家杂货铺门口坐着个小道童。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漂亮姐姐，是你啊？算卦吗？说来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你叫什么？我叫阿诺，糯米的糯。阿诺真人，你师傅呢？师傅在修房子，我出来赚外快。你们刚刚大笔进项，也不穷啊。怎么感觉一副特别缺钱的样子，还需要你这么个孩子出来贴补家用？侠人也不怕出事。阿诺很厉害的，能帮师傅很多忙。所以你开张过几次？只当有缘人。那我算不算你的有缘人？
算一卦多少钱？1两，就1两银子。？1两银子很贵的，你说哪来的冤大头会找这么个小孩子算卦，还出1两？算算我的姻缘怎样？姐姐你根本就没想找姻缘啊，家里长辈倒是催得紧，这也是姐姐你躲到下周来的原因之一吧？他怎么知道？这是外人不可能知道。那之后呢？我的正缘何在？如何？姐姐日后下的必是自己心悦之人，就是可能会有几个姐妹。放屁！以老娘的身份地位，将来的夫君敢纳妾，剁不死他丫的。可是姐姐，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夫妻宫不像正宫哎？虽然你的姻缘算得一点都不准，但如果你能算出祸宅凶案的凶手是谁，这银子就是你的。算凶手太难了，算线索还行。那就线索。恶鬼索命了，伤天害理的事做多了呗。盛元瑶收回那锭银子，换了1两碎银。姐姐别急，还有线索。或喜萧墙之内也。你师父以前在丹霞关的事，你知道多少？我不知道啊，那么早的事，师父也没说过啊。你们这几年在哪里生活？在南方妙音山，我是师父捡来养大的，师父腿脚不便，被人欺负了，就带我回老家来了，结果回来没半年，又被欺负。13岁捡到婴儿养大，腿脚不便还被人欺负，确实不易，难怪那么贪财。等等，跑题了，我是来找线索的。盛元瑶想了想，觉得也没什么需要特意问下人的了。假设他是凶手，直接问肯定是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那厮可不像6岁小孩这么老实，还是得考虑旁敲侧击。行吧，那你回去告诉你师傅，我这儿有个得了疯病的病人，请他出手治病，只要能治好，价钱好商量。好啦，我这就去告诉师傅。师傅，今天赚了2两银子。盛元瑶的生意。是啊，盛姐姐请你去治病呢，你去不去？那是自然要去的。可是师傅，怎么？你泄露的线索是不是太多了？真不怕被抓进去啊？如果老油子，我还真怕大记忆恢复术，但他是盛元瑶，盛家世代干阵摩斯的活计，盛元瑶初出茅庐，有股心气，还讲个程序正义，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他不会乱来。那你不怕盛姐姐真查出是你？我怕什么？毕竟我可没动手。虾仁，你根本不是8品道修，你竟敢向严君隐瞒修行！我什么都没有瞒他，只不过瞒的是你们这些蠢货。我奉严君之命而来，你敢杀我？你说你连我修行都不知道，怎么敢号称是他派遣的？在我面前假传严君之命，跟随你主子，蠢不自知！你凭什么断定我是假传？快放了我，否则哈！我和他从来就没有反目，我的离开更不是因为你主子的谗言排挤。师傅，这次怎么不像以前那样放回去了？小伙情不顾了。这都找到下周来了，放回去只会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我在下周之事很重要，没闲工夫应付那帮满脑子只会雄竞的蠢货。于姐姐生气怎么办？仙路高远，袁木鱼的目光根本不可能落在我们这种凡夫俗子身上片刻，无论是谁。以后你就是我小弟了，我叫严木鱼，你呢？我叫霍清。是的，虾仁原名叫霍清，并不是霍家七公子霍尚，虽也姓霍，不过霍是乡里大姓，和霍家没什么关系。盛元瑶虽然已经问了霍家有没有欺压乡里结下仇怨，最终却还是只会把目光放在霍七公子身上，怎么也想不到虾仁只是个被霍家灭了满门的乡民罢了。被丢到后山时，虾仁不小心磕在一个婴儿头上，就这样濒死的虾仁莫名就活了过来。不知是激起了怎样的潜能，虾仁硬生生抱着孩子爬上前方的丹霞山，晕倒在道观门口。并没有什么好心老道士收养孩子们的故事，老道士确实救了虾仁，但他只是觉得这按理早该死透的小孩怎么还能活着爬上山，起了兴趣，于是作为实验药人，用各种药物生生折磨了虾仁2年。那原本可以接好的断腿更是彻底失去了治愈的希望。为了药人别太容易暴毙，老道士倒也教了虾仁一点基础修行。虾仁作为药人虽苦，
可断腿不可能带着阿诺离开，离开也很容易被霍家发现，不如就在这里先熬着，还能学习。于是在各种式药酷刑之中默默学习了2年，同时省下可怜巴巴的稀饭喂养阿诺。起初阿诺长不大，老道士认为缺乏营养很正常，直到2年后终于惹起了老道士的困惑，他打算拿阿诺做研究。这个举动彻底触怒了虾仁，趁老道士一次深层入定之时，虾仁悄悄破坏了他布下的防护法阵，一柄菜刀轻而易举地砍了老道士的脖子。但虾仁没想到老道士的临死反扑根本不是他这种破布般的身躯吃得消的。有意思的小弟弟，你本应该死2次了，这是第3次。姑娘是……我是赊命人，你本该没命了，我赊你一条，有朝一日你要还给我。姑娘救了我，我的命本来就是姑娘的，姑娘要拿，随时拿去便是。以后你就是我小弟了，我叫袁木鱼，你呢？于姐姐是师父的新生，但师父是阿诺的命。自那天起，一个杀手组织突然崛起，组织名叫阎罗殿，殿中有个双腿残疾的判官，运筹帷幄，算无一策。你是我的军师，不需要你出去杀人，修行没有那么重要。不管我做的是什么方面，不管我需不需要多高修行，首先我是一个人，身为一个人，我想站起来。我让他们找过了，没找到所需药材。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说我心思诡谲，如今残疾修行低下也就罢了，一旦被他解决了短板，就再不可控。我没有这么想过，但你这么做了，我在你眼中算是什么？你的命是我的，如此而已。我想要能够堂堂正正的站在你身边。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知道。那我明确答复你，再说这种话，你就可以走了，恰好也是你之一。我没想用你的腿把你困在身边，因为你在不在没那么重要。既然如此，这是我的令牌，便即交谢，往后余生严君保重。光阴似箭，一别经年，他也没有让人来寻，想必有没有我，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切，没意思。李姐姐漂亮是漂亮，脸又没有阿诺圆。丹炉微化，丹香满溢，3枚金灿灿的丹丸漂浮而出，蕴含的灵气让阿诺差点醉仰。7品养魄丹，1炉3丹，品质极品。废了2枚，实力还是不足。已经很厉害了呀，师傅。7品丹是炼7品丹，就没见过能稳定出极品的，别提多没了。但若满足于此，我又怎么突破6品？7品终究只是下3品，还是有质的不足。我足筋不通，很难进入中3品。想要真正治愈我的腿，必须突破到6品，方有一线可能。至于突破的契机，希望霍家别让我失望。虾仁假扮霍商屠灭霍家老宅有3个目的：一是报当年灭满门之仇；二是引来盛元瑶帮自己脱离丹霞帮；三假扮霍家七公子霍商，引来京城霍家关注，故意留霍老管家，挑断他的手筋脚筋，等霍家来人救治，然后抢药。足筋不通，虾仁很难进入中3品。